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用这些成语向本地人说话。哎，小美，你最近忙啥呢？忙着找工作呢，愁死了。找工作啊，可不容易。就是说啊，面试的时候我简直什么？说来听听。语无伦次，想用成语，结果用错了，对吧？我也经常这样。你也这样？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就我。哈哈，成语这东西用不好就弄巧成拙。我上次想说锦上添花，结果呢？结果说成了雪上加霜。哈哈哈哈，那场面一定很尴尬。尴尬死了，面试官脸都绿了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哎。快说说，让我也开心一下。有一次，我想夸领导工作认真，然后呢？我本来想说兢兢业业，结果说成了？结果说成了斤斤计较。不会吧，你也太厉害了。领导当时就愣住了，场面静极了。哈哈哈哈，这比我惨多了。所以啊，用成语要小心啊。是啊，不然就适得其反了。我觉得吧，还是得慢慢积累。对，不能硬背，要理解意思。就是要不然就是邯郸学步。邯郸学步，这个成语用得好。哈哈，偶尔也会用对几个的。我们得多看多用，才能像本地人那样说话。你说的对，多听听本地人怎么说。我觉得看电视剧也很有帮助。对，学学他们的表达方式。还有，别怕说错，错了就改。脸皮要厚一点，哈哈。我最近学了个成语，叫醍醐灌顶。醍醐灌顶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突然明白了什么道理。哦，你最近有什么醍醐灌顶的时刻吗？还没遇到，不过希望快点有。肯定会有的，加油！一起加油！找工作用好成语。哈哈，用对成语拿下 offer。必须的。那就这样，下次再聊。好，拜拜。说到成语，我想起来一件糗事。什么糗事？快说来听听。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嗯，我想说人山人海，结果说了车水马龙。哈哈，那不一样啊。可不是嘛？当时我还在想，怎么都是车。然后呢？对方一脸疑惑，我才知道说错了，这也太尴尬了吧。简直是贻笑大方了。贻笑大方用得好。后来我就特别注意这些容易混淆的成语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说说看。有一次开会，我想说集思广益，结果说成了冥思苦想。这意思完全反了啊。对啊，领导当时脸色就变了。冥思苦想是自己一个人想，哈哈哈。可不是嘛，太丢人了。所以说用成语要小心啊。千万别张冠李戴。哈哈，说得对。你还知道哪些容易用错的成语吗？让我想想，不胫而走算吗？好像很多人会误用，对，很多人以为是走不动路，其实是消息传得很快的意思。就是，我之前也搞错了。成语真是学无止境啊。可不是嘛，得活到老，学到老。突然想到，我妈特喜欢用成语，真的。每次打电话她都要来几个。比如呢？
比如我稍微有点不舒服，他就说多事之秋。哈哈，你妈真可爱。我就觉得有点夸张。长辈们都喜欢用一些比较传统的说法。可能是觉得这样比较有文化吧。也许吧，反正多学点成语没坏处。以后跟别人聊天也能出口成章了。哈哈，希望如此。加油！出口成章那可不容易。慢慢来嘛。说到成语，我想起上次闹的笑话。什么笑话？快说来听听。参加一个聚会，人特别多。我想夸那场面很热闹，人很多。然后呢？我竟然说了人山人海。哈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那是形容死人的。不会吧？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哎呀，那也太尴尬了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说说看。有一次，我想表达感谢，就说了没齿难忘。这也不太合适。对啊，那是老人用的，快死了的感觉。哈哈，所以说成语要慎用啊。就是，用错了真的会贻笑大方。想起我爷爷，他特别喜欢用醍醐灌顶。醍醐灌顶。每次我稍微明白一点什么，他就这么说。你爷爷真逗。有时候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乱用的。哈哈，可能吧。长辈嘛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成语现在很少人用了？确实，感觉有点曲高和寡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而且有些成语，年轻人根本不知道。时代变了吗？不过我觉得知道一些总是好的。那是当然。起码能听懂别人在说什么。不然就变成对牛弹琴了。哈哈。那咱们继续努力学习成语吧。好，一起更上一层楼。走起。说到这个，我上次闹了个笑话。怎么啦？快说说。我想用成语夸我朋友做的菜好吃。然后呢？结果我说成了狗尾续貂。笑，那也太离谱了吧。他当时脸都绿了。哈哈，那他一定觉得你话里有话。可不是嘛。后来我赶紧解释。所以说，用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意思。是啊，不然就弄巧成拙了。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真的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老教授聊天。我想说他知识渊博，结果用了个老态龙钟。天啊！他当时就愣住了。这也太尴尬了。我赶紧道歉，说我口不择言。他应该明白你是无心的。希望吧。之后说话我就更小心了。我也是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嘛。不过有些成语意思会随着时代改变。没错。比如空穴来风。现在很多人用它表示凭空捏造。但其实它本来不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它的意思是事出有因。所以理解成语的历史也很重要。不能断章取义。还有一些成语带有的文化背景。特别是历史故事类的。对，不了解故事，就很难体会它的真正含义。比如卧薪尝胆。如果不知道勾践的故事，就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。那咱们也要多了解历史文化才行。是啊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成语。也避免贻笑大方。哈哈，
说得对。那咱们下次聊聊成语背后的故事。好啊，温故而知新。温故而知新，说得好。对啊，那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？聊聊用错成语的尴尬事儿。哈哈，这个好，我可太多了。比如呢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我有一次想用不胫而走，然后呢，结果说成了不翼而飞。意思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当时可尴尬了。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真的？说说看。有一次，我想夸一个人鹤立鸡群，然后呢？结果说成了鸡立鹤群。笑，那也太搞笑了。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种错误还挺常见的。是啊，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。我觉得还有一些成语，听起来很像，意思却完全不同。比如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。这两个词语的感情色彩不同。对，始作俑者偏贬义。而罪魁祸首更严重。用的时候要小心。还有一些成语容易望文生义。比如什么？万人空巷。大家以为是空无一人，对，其实是很多人都出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是形容轰动的场面。长知识了。所以用成语真要小心谨慎。要不然真的会弄巧成拙。就是多查字典，多问问。那下次咱们聊聊怎么避免用错成语。好主意，未雨绸缪。哈哈，说得好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下次我们可得小心点。是啊，想想就觉得好笑。说起来，我想起一个笑话。哎呦，快说来听听。有个人第一次去相亲，然后呢？他想表现得很有文化，结果呢？结果他跟人家说蓬荜生辉。哈哈哈哈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当然知道。是说自己家很简陋。对方肯定觉得很奇怪。可不是嘛，第一次见面就……太尴尬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朋友怎么了？他想夸一个餐厅好吃，结果他说食不下咽。不会吧？那意思完全反了。对啊，他当时脸都绿了。哈哈哈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所以说，成语用错真的很可怕。是真的。还有，跟长辈说话更要小心。这倒是真的。我小时候就经常说错话。比如呢？有一次过年，我说什么了？我祝爷爷一路走好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我爸当时脸都黑了。你小时候也太……现在想想都觉得丢人。小孩子嘛，可以理解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谁没犯过错呢？那就好，哈哈。以后我们互相提醒吧，好主意。免得贻笑大方。没问题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就这么说定了。那说点别的。好啊，你想聊什么？哎，最近工作一言难尽。怎么了？很忙吗？不只是忙，还很乱。我也差不多，焦头烂额。真的？感觉你总是很轻松。那是表面现象。哈哈，谁不是呢？
对了，你上次说的那个电影，那个啊，差强人意，这么说不好看。看个人喜好吧。我不太喜欢。明白了，省钱了。你最近有什么计划吗？想去旅行，养精蓄锐。好主意。去哪儿？还没定，随便看看。注意安全啊！现在不太平。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嗯，那就好。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学个新技能，什么技能？还没想好，随便看看。挺好的，多学点东西。是啊，感觉自己江郎才尽。别这么说，你很厉害了。哪里，一般般啦。好了，不说了。嗯，今天聊得很开心，我也是。那下次再聊。好啊，下次再约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